那我们来做一个打底。指尖呢刷出这种亮片渐变的感觉，薄薄的一点点，点缀就可以了。照灯30秒。接着呢，我们薄涂磨砂封层，照灯2个60秒。那我们取高饱和的这种木膏色的单色，涂在后缘部位，做一个反向的渐变。涂到差不多1/2左右。然后用塑形夹夹着我们的这个海绵，轻拍过渡。我用的只是普通的色胶，就是饱和度高的日式罐装的色胶就可以去做拍拍的操作了啊。在这个指尖部位多拍几下，让它过渡的更加自然。不要把指尖完全盖住，它就没有一个渐变的结果。指尖至少有个5-6毫米，保留这种完全透明的状态，然后是一个由深到浅的过渡。后缘有一点点拍痕没关系，我们会要叠加。我们照灯30秒，接着再薄薄的叠加一层，后缘给它丰满。修东西这个毛毛比较多，我们就直接用力把它夹掉。然后往前慢慢的又刷一刀。到超过1/2面积的时候结束，停住，不要再往下刷了。然后接着用海绵轻拍过渡区，让它变淡。拍的时候左边右边看一下啊，确保它没有留白的区域。像这个样子由深到浅的一个反向渐变，就很快速的就操作完成了。我们去照灯30秒。好，重点1，想要这个钢珠贴出来精致的感觉，就是我们是在封层后去贴钻的。那么什么样的封层抓附力最牢呢？就是我们的硬式封层啊。我们接着用硬式封层去做一个薄一点的建构留平，顺便封层。先平涂，然后取适量的胶体做一个建构。像这个样子调整平滑了之后，我们倒置一下，让它自己给个平。然后我们去照灯60秒。好，像这个样子，我们的打底就完成了。接着我们在上面进行贴钻的操作。基本上我们贴钻的时候啊，是把我们要排的钻事先设计好、摆好来，然后再进行贴的动作，那样就会比较快，然后胶也不会流的到处都是。要用到的呢，就是这种流速比较慢的，然后高粘性的粘钻胶。我们来看一下应该如何选择粘钻胶。就是粘钻胶固化之后，它一定是不泛黄也不泛白的这种透明通透的质感。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固化之后，照灯60秒之后，我们用手去摸它，你看，看得到吗？它是整个会有粘性的，会粘住你的手的这种状态的粘钻胶。哎呀，拔不下来，它的牢固度才会更好。然后我们开始贴后缘的钻，大致我们要贴钻的位置，我们涂一条粘钻胶，这个粘钻胶也没有那么拉丝，涂完了它断的会比较干净利落，就不会把甲面弄得很脏。大致我们要贴钻的地方都给它涂抹到位，微微的有一点厚度，但是面积不要大。你看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流动性，但是它不是那种纯固态的，纯固态的比较适合用来手速慢的人去贴大钻球。像这种小的平底钻啊、钢珠啊，不需要那么干的粘钻胶。接着就是把我们设计好的钻一颗一颗给它摆上去，轻微的按压一下，不要太用力。这下面的胶有点不够了，我们可以再补一点点。然后我们用镊子调整一下我们钻的具体位置。接着有一个小技巧，就是用这种扁平的花瓣笔，用酒精洗干净，把多余出来的胶直接擦掉，擦一笔，然后洗一下笔。然后像这个样子一擦，擦的时候也不要擦太多哦。调整好了之后，我们去照灯60秒。好像这个样子，主钻固定完成了之后，我们在这一个缝隙里面
点少量的粘钻胶去贴一下小钢珠，做一下装饰。用手指灯固画个5秒。接着呢，我们用小笔在想要粘钢珠的地方画出线条，这个线条稍微的细一点。大概这个样子的一个胶量，然后就可以拿这个小磁铁，上面粘了一根针，然后这个就是普通的纸张，这个盒子我用的是一个隐形眼镜盒啊，这个就是贴小钢珠神器。这个样子给它粘一条钢珠起来，然后给它一整条的放上去。这样摆钢珠的确会比一颗一颗摆要来得快一些。然后我们用一支擦干净浮胶的小笔去调整钢珠的位置。基本上你摆的大差不差了的之后，我们调的幅度是很小的。如果用镊子呀，或者是比较硬的物体，我们一不小心反而会给它搓偏了。所以直接用这种小笔调是最好调的。压着拖动它，把缝隙填得相对满，调整好它的弧度。像这种差一颗的地方直接补就可以了。好，因为我画的线条很细，所以它是一个没有什么胶痕的状态。我们用手指灯固画5秒。然后我想要款式丰富一点，我就在这里再去贴一颗平底钻，一颗平底的小方。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来贴一条小钢珠。像这样子调整好了之后，比较明显的胶痕一样擦掉，用酒精洗干净我们这个小的花瓣笔，顺着它去把多余的胶给擦掉。擦完了之后再整理一下形态，一定要确保这个线条流畅，它的质感才会更高级一点。好，像这样子照灯。粘贴好了之后，下一步就是去包裹它。我们来看一下，想要精致度，就是我们要包裹到位的同时，胶不能厚。所有的小钢珠和钻的这个侧边，平底钻侧边它是有一个厚度的，看得到吗？平底钻这个侧边的厚度，还有小钢珠，整颗钢珠我们都要给它包裹到位。但是胶量要学会把控，不能涂太多，一次的量就少一点点。这样用粘钻胶去包钻和钢珠，就可以使得我们的抓附力更牢，就完全不会掉。注意举胶量要少啊，整个往侧边用力的去涂。包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用手指灯照个3到5秒，防止它的胶塌陷。好的，像这边钻的一整圈的侧边厚度和这种边边角角的缝隙大的小钢珠完全包裹了之后，我们再来包裹这种一整条的钢珠。我们来看一下包裹一整条的钢珠的细节，就是取胶量很少，看得见吗？取胶量很少。然后从它的这个钢珠的正面把胶压下去的感觉，让我们的粘钻胶能完整的把整个钢珠包裹起来，微微的压下去一点，但是胶量不能大。这种时候，我们的粘钻胶有一点点流动性就特别的好，它可以这个样子360度无死角的把它完全包裹起来，后期就会不容易氧化。整个走一遍，
微微用力的压，就把它整个包裹住了。照灯，这是我们放大看细节哦，整个粘钻胶是压下去的，用力一点点，取胶量少，然后用力的压下去，就感觉涂了好像又没涂似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用了一层胶，把整个小钢珠都包裹了一遍。走一条照一次灯，照5秒钟。最后是这个小平底钻的侧边厚度啊，这个样子就完全包好了。我们去照灯60秒，我们凑近放大看细节哦。这个样子我们的钢珠就整体都包好了，然后钻的侧边厚度看得到吗？都有胶的衔接，但是你稍微拿远一点看，就好像没有包一样的立体的，非常有质感。最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去封层，封层的话用的是硬式封层，薄薄的涂，溜个边就可以了。因为它也是粘稠的胶体，它就不会流到壳哪都是，整体的甲面的精致度就不会被破坏。把我们刚刚粘钻胶走过的地方都用硬式封层包一遍。同样走一部分，我们就用手持灯照5秒钟。把我们平底钻的边边，然后大颗的小钢珠包好了之后，最后我们再来走一遍我们的整条的小钢珠。一样，涂的时候控制胶量啊。这边涂的有点多，我们擦一下。好，像这个样子，我们去照灯2个60秒。封层照干之后，我们来微距展示一下它整体被包裹的状态。我们的粘钻胶底部粘住它，然后面上整体包裹住它，那么这个样子它后期就绝对不会掉，会非常牢固的整个扒在我们的甲面上。然后我们用硬式封层精致的给它封一封，打底也是硬式封层的情况下，我们贴球钻或者是贴这种平底钻都是无需刻膜的。硬式封层的抓附力是非常牢固的，我们是可以在上面直接做彩绘，或者是去贴钻的，就好比这个样子，直接贴饰品，然后直接在上面用免洗的彩绘胶，看得见吗？免洗的彩绘胶去做一个彩绘的动作。那么像这个样子，粘钻胶和我们的硬式封层的搭配，就能得到一个非常精致的贴饰品的款式啦。